网友们，今天的话题是狡猾的中国人。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，人们经常说他们喜欢什么人，哪国人的给人的印象比较好。于是人们说，每当提到中国，每当说起中国人，他们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人们有点讨厌的国家，而中国人呢，他们也发现了有许多缺点，这包括许多中国人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并且喜欢说谎。于是人们说，这怪不得那些中国人，因为他们在中国生活，只好采取那种阳奉阴违的办法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当面说他们拥护政府，喜欢他们那些政策，但背地里他们却一直在为自己考虑。一次，一个美国女生在派对上说，她去中国领事馆申请签证时，领事人员对她说，她必须有中国当地发出的邀请信。美国女生听了感到很无奈，因为她说她在中国生活过，她的男友现在也在中国，难道她不能去看她的男友了吗？这时一个小姐说，她虽然是中国人，但她的丈夫是美国人，而且她生出来的孩子长得也不像中国人。当那小姐把照片给大家看时，一个女士说，那孩子长得确实不像中国人。当那个女士说，既然那小姐的孩子长得不像中国人，这也有好处，因为现在中国的名声在世界上很不好，每当提到中国，人们就想起那种独裁、专制、没有人权、没有自由的国家。这样女士就说，那孩子长得不像中国人，这倒反而成了一个好处，因为他将来长大之后就可以不和中国打交道了。这时一个女孩对她的母亲说，难道中国是个不好的国家吗？难道中国人不受欢迎吗？对于这些问题，许多人感到有点难办。这时一个男生说，现在许多人提到中国，就感到有点讨厌，因为中国已经和集权、专制、没有人权、没有民主连在一起，成了那些不好的东西的代名词。这是一个老兄说，他是几年前到美国来定居的。原来那老兄在中国时是一个国营企业的厂长，当他把老婆、女儿和侄子都弄到了美国，他就趁着一次到美国来出差的机会留在了美国。这时那男生对老兄说，既然他在中国是厂长，为什么他要把他的全家都迁到美国来呢？老兄听了男生的话，对他说，他之所以要这样做，是因为他发现在中国你只能靠欺骗、当面一套、背后一套，对上司拍马屁的方法来生活。他说他之所以当上了厂长，也是靠他对上司拍马屁之后才得到的。但他却觉得做人要有基本的做人的准则，也就是说要对人真诚友善，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。但他却发现，他要是一直留在中国的话，他就没办法实现他的做人的基本的准则的人生目标。当他到美国来出差之后，他发现在美国他发现了许多人
很真诚、很友善，并且做许多事情都凭着他们的良心去做。于是他决定要到美国来生活。当他最后离开了中国，他觉得他在美国可以实现他的人生目标，也就是说，他要把他的下半生做到能真正真诚、友善、凭良心做事来生活。这时，男生对老兄说：“既然他在中国和在美国都生活了一段时间，他对两个国家的生活有什么体会时，老兄说，在中国生活和在美国生活的最大不同之处是，在美国你不用用伪装、欺骗的方式生活，也不用对上司拍马屁，因为美国有人权，有言论自由，这样就不用一直就是为了要得到提升，为了要升官，就对上司拍马屁，因为在中国这是唯一的一个得到提升、当官、挣钱的方法，而在美国却完全不用了。也就是说，在美国可以自由自在生活，可以做一个真正的自我，用真诚、友善、凭良心做事来生活。当男生问老兄说：“难道在中国那种用欺骗、拍马屁的方式生活是很普遍的现象吗？”老兄说：“是的，这也是他为什么最后决定离开中国的原因之一。”他说：“他要是不离开中国，一直在中国生活，那他就要一辈子做那种靠欺骗、靠拍马屁、做没有良心的事生活的人，但他却不想这样做。他觉得他既然可以把他的全家和他自己搬到美国来，为什么还要留在中国做那种没有道德、靠欺骗、靠拍马屁、做没有良心的事生活的人呢？”这时男生说：“要是这样的话，确实是让人觉得很难办，因为他之所以离开中国到美国来生活，是为了追求他自己的理想，是为了做一个真诚、友善、有良心的人。”这时那小姐说，她对于中国人的狡猾、欺骗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也深有感触。原来那小姐的母亲也到美国来留学过，当她母亲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，最后又回到了中国，她后悔了。她觉得她在美国自由生活了一阵，回到了中国，居然还要做那种用欺骗、说谎、拍马屁的方式来生活。于是他对他的女儿说，他女儿到美国留学之后，一定不能再回到中国，并且他让他女儿一定要找个美国人，因为他说，如果他再回到中国人的怪圈，那么他将来生出的孩子也会走他们的老路，就是学习中国人的狡猾、靠欺骗、靠拍马屁、投机取巧生活方式。小姐听了母亲的话，当然非常同情，因为她觉得她母亲回国后生活一直感到非常不顺。小姐于是对母亲说，她一定不会重新犯她母亲犯过的错。当小姐说她找到了一个美国人，并且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她母亲说，这就是她一生的最大希望，因为她觉得她以前犯过的错，绝对不能在她女儿的身上重新出现。当那小姐发现她的孩子长得不像中国人时，她觉得有点幸运，因为她觉得要是她的孩子长得像个中国人，
他孩子长大之后，说不定还会再回到中国去，这样他孩子也重新会染上那些中国人的坏习惯。于是他就觉得，既然他孩子长得不像中国人，这倒是一件好事，因为他孩子将来就可以不再变成狡猾的中国人的一部分了。这时，那美国女生说，现在中国成了世界上少数几个集权专制国家，这倒让人觉得中国将来到底怎么样，是一个很难琢磨的问题。这时那男生说，既然那美国女生的男友是中国人，她也回不去，她男友也出不来，这样的话，她和她男友的事肯定要泡汤。因为要是中国政府让那个美国女孩去中国看她的男友的话，就成了让外国势力进入中国，这是中国政府不会允许的。于是人们从中国谈到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。这是男生说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也经历了一段像现在中国经历的时期，这就是说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也都是靠拍马屁、欺骗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方式生活了很长时间。最终他们虽然摆脱了那种靠欺骗、靠拍马屁、靠当面一套背后又是另一套的方式生活了几十年，但他们那种生活方式的遗毒却贻害了他们的下一代。所以那男生说，今后中国到底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？中国是否会也摆脱那种集权专制的政权，是个让人感到非常担心也期望的东西。